为这次呢，我来到的是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地方，甚至呢，它还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市。但我还蛮意外，就是我搭飞机来的时候，发现来这边旅游的人其实还不少。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日本的鸟取。那这次主要会带大家来看这里的沙漠，还有吃很多的美食。总之就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带你们一起来体验这个人口最少县市到底玩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然后这次呢，我是搭台湾虎航直飞鸟取，只要2.5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他们现在每周一跟周五的时间都有直飞鸟取的航班，而且我觉得不管是餐点还是整个搭乘体验，我自己都很喜欢。我现在最近来日本，我可以说是大概70%的时间，几乎都是搭台湾虎航的飞机，所以这个资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喽。如果你们要来鸟取的话，可以搭台湾虎航的飞机。那这次的鸟取之旅正式开始。我们到鸟取沙丘了。今天是个非常炎热的日子，看它这边有旗帜在警告说31度以上 danger 危ない，所以这边的温度呢，其实可以到非常的高。我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火辣辣的太阳了。那鸟取沙丘呢，为什么是鸟取这边这么知名的景点呢？就是因为这是全日本唯一的沙漠。你看这个，他说不能在沙子上面画画会罚钱5万以下，34.6度还可以，还 hold 得住。哇，你们看，哇，好大哦！我以为就是一个小小的沙漠，哇，你们看，好漂亮哦！而且还就在海的旁边呢。你看那个远方的人，好小哦，感觉要走上去其实要费不小的力哦。然后这边有一些植物，听说在比较潮湿的季节是会形成绿洲，然后会有水在中间。在冬天的时候，这边还会有积雪，呈现了一个又有雪又有沙又有海的一个非常离奇的画面。我总觉得最近都在折磨你。这路不好走呢，你看，等一下还有那一段。勇者啊，好好的路不走，要走这最斜的。但是我们待会就是要走那一段，你知道吗？走，快点啊，长官，快点！我们要进入电影模式。Action！ 是鸟取啦，不然你以为哪里？对啊，不然你以为哪里？今天很呛是吧？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感受到鸟取沙丘的那个宁静。身为那个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县市，感觉这边就会是一个可以放空心灵的地方。最近遇到观众，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我的影片带给他很多能量。然后我就说，怎么会？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了我的影片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好大，原来还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去，这么多东西可以体验，然后就觉得很开心。他没有讲之前，我也不知道我的影片好像让他有这样的心情，我觉得很开心。鸟取沙丘推荐。那现在平静的行程结束了之后，是不是要来点刺激的呢？身为一个滑过雪的女人，来到了鸟取沙丘，当然就是要滑沙一下。Oh, how do I stop? How do I stop? How do I stop? 啊 ！No! 哦，这速度感可以哦，硬呢，好好玩哦！我觉得如果不刹车，真的会进海里呢。对，现在最痛苦的来了，爬上去，超级斜的，比45度还斜了哎。好爽哦！不要想太多，往前冲！不要想那么多。哎呀，年轻人啊，要敢冲啊！哇！
我怕了，怕了就会跌倒，不可以害怕，就跟人生一样，你害怕，你心中就会带着恐惧，你带着恐惧，那怎么可能成功呢？再一次吧，哪里跌倒就是哪里爬起来吧。阿金一日金句，送给你们了，你可以的。哎，刚刚那个有帅呢。上瘾了，上瘾了！下一集阿拉伯滑沙，哦，要去阿拉伯滑沙，我靠，这么快找一个那个沙漠，真正的大沙漠，好爽啊！好累，不行，其实蛮累的哦。我刚跑过来有点累，我跑上去。那这个行程如何？100分，一个人700多，我觉得滑了。滑啊，盖章滑个，来吧。哎，我口袋里面全部都是沙，我拿不出来哎，怎么办呢？哎，我有办法。啊？哇！要自己打。再来，有沙，真的有沙，真的有沙。真的有沙倒出来，挺多的。真的没了。你学会了吗？根本被霸凌哎！在这个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县市鸟取之中，却有着全日本最高的咖啡消费量。哈，我们查的时候也觉得，鸟取这边真的是蛮多神奇的东东。全日本最爱喝咖啡的县市不是大阪，不是北海道，竟然是鸟取。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就是高滨咖啡，它是在沙丘旁边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厅。这边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就是鸟取是全日本最后一个星巴克入驻的县市。他们当时当地人就称自己是星巴克难民，他说我们走到现在都还没有星巴克。但是最后呢，终于是在2015年的时候入驻了。当时就是这个人口非常少的鸟取，竟然因为这个星巴克入驻而掀起了一阵排队的风潮。他说当时有几千个人来排队，你就可以知道大家多么的疯狂。那我猜这个高滨咖啡呢，大概是因为那个不想要被星巴克打败，所以他们想要盖一个属于自己的鸟取这边的咖啡厅。你看它里面整个这样木造的建筑超美。你是鸟取人？那你觉得住在这边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喜欢就是鸟取县，有海有山，有很多好吃的。很多台湾人。对，我觉得7月5号在那边发生地震，对，我觉得这个有影响？对，不太来这边吗？还是来的更多？很少，我觉得对，现在比较好。在台湾是台湾人，还有香港人。我很好奇他是怎么知道你？因为我也喜欢那个去旅行。哦，之前看了那个越南的。哦，最近的耶，今年的去旅行的时候的用。哦，那个旅游好物。真的有看的。我们点了一个冰淇淋，牛乳冰淇淋，咖啡加牛奶，然后点了一个鸟取和牛汉堡，很香呢。来吃一下。蛮爽的，好吃哎，应该是来这边必点哦。好厉害！来，我今天这趟带了掌柜，就是因为我们要来喝咖啡，可是我喝不懂咖啡啊。这咖啡的前段呢，有一个浓厚的咖啡味，然后咖啡的中段呢，有个咖啡的香气，咖啡的尾韵呢，很咖。我一开始其实以为是鸟取这边有产咖啡，所以可能鸟取人特别推咖啡，其实没有，他们很可能就只是单纯非常喜欢喝咖啡。那边的咖啡很多是那个沙烧咖啡，就它是咖啡豆跟就是这边的沙子，然后一起去烘焙，然后什么淬炼出来的那个咖啡，所以味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有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沙子的味道。就在鸟取沙丘的旁边，这边还有个沙之美术馆，它离非常的近，所以大家如果来沙丘，可以顺便来这边看一下。门票1600块，没错，一个人800。ありがとう。这是什么？
柯南欢迎你。怎么感觉是什么线索？有柯南在的地方就有死亡，我们要小心，等下死的就是我们。沙雕其实就是一个就是重力，然后跟坍塌相抗衡的一个艺术，难度非常高，它都只有那个鸟取沙丘这个优质的沙粒才能够做出来这些厉害的艺术作品。哇，好多的沙雕作品哦！哇哦！哇，你看他那个肌肉线条，还有他的那个头发的一条一条的发丝，看他的指头的关节都做的超级细的。我刚看了一下他的简介啊，就是这边几乎所有作品好像都是跟一些历史发生过的事情有关。他不是只是做出一个作品，然后只是很相似而已，而是他用这个沙雕来说一个故事。这一幅在讲的是基督教跟枪传到了日本。这边的作品真的都很超厉害的，我觉得它很厉害，是它有那个前景到远景的这个概念，那也看起来真的会很像走进了一幅画里面的感觉。你看那是富士山哎，他这样做，他这个场景有规划，很有想法，走进来就很酷哎，很坏哎，他的那个表情这样，梗，对，很像那个动画片头曲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这样浮出来的，这真的很帅哎。他表情都这样。吉娃娃太丑了，我不要再吉娃娃。我们小时候那边玩泥巴、玩沙，人家玩成这个样子。我最喜欢的画是那一幅，这个真的很帅，因为你可以发现说中间的它是立体的，对，然后灯是从他头上那样打下来。他说是这个是战国时代的开始，然后什么幕府时代的结束，所以它就是这个象征意义来讲，就中间就是那个新的开始。这歌看起来很累，非常的凄凉。他表示说这个深蹲的有点久。这个模仿给几分呢？有像吗？我喜欢不是因为它的故事，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画面，对，就是很像漫画分镜，你觉得吗？超漂亮的，很厉害，对啊，立体感很强。没错，跟我一样立体。那你去当沙雕吧。那，哎，有那个，我心好累哦。博物馆惊魂。长官一直要叫我做一些怪事情，这个屁屁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性感。从下巴都做出来。5、10、15，没有。我还输哎。我要去吃刚刚游客推荐的超好吃的北海道回转寿司。你说来鸟取吃北海道寿司，只有鸟取有叫北海道回转寿司，哇，4.2颗星。对啊，很多人吃哎，1500多个评论。有推荐吗？哦，寿司咩？ありますか？寿司？好开的哦。连鸟取你都推荐就对。鸟取很推荐 ，OK。到了，我们来吃吃看。直接就开吃了吗？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吃了，好快，直接入座就直接开始拿了。阿金去吃寿司，我也来吃我的寿司纳豆卷。以前其实对纳豆很反感，但是来日本吃过纳豆之后呢，哇，惊为天人呐！跟各位分享一下一个我们发现最好吃的方式哦，不管哪一个纳豆都 OK 啦。重点是要配它这种温泉蛋，是那种蛋白还没成型的那一种哦，然后要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放送事故。接下来呢，就是将这两个东西混合在一起。我告诉你，它虽然看起来不杂美味啊，但是呢，不要担心，相信我，非常的好吃哦，美味暴击。好，香香，那这样好不好吃？干杯！好喝。好吃，我觉得好好吃哦，超级好吃。它寿司是很赞的寿司，可是却是平价寿司店的价位。
这样一盘才620日币，超便宜。那个时候在查鸟取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有一个影集《孤独的美食家》，然后他的漫画作画家也是鸟取人。在来之前做一点功课，然后就发现说，哦，其实很酷。他就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他到处去不同的地方工作的途中，然后就会记录他一个人去吃很多的美食。他就是一个只要饿肚子就一定要吃东西，赶快要吃到美食的一个人。然后看他吃饭就非常的疗愈。反正好像听说，其实以前在日本这边一个人吃饭，有的时候会被人家当成是比较边缘啊，或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影集推出来之后，好像有很多人开始觉得说，哦，其实独食这件事情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事情，或是一个可以自己静静的享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吃饭，除了可以享受美食，然后可以好好消化之外，它真的就是一个人自己然后跟食物相处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喜欢，完食，总共吃了2450元，我觉得 CP 值是高的，然后整体是好吃的。我觉得不是到顶尖，但是因为它的价钱应该算是偏平价，我觉得有比平常吃的回转寿司好吃。所以对大家如果来鸟取想要找个好东西吃，请在适当的时间来，不然可能要排队。啊，早上出外景，打起精神来，好不好？昨天没有睡好，看起来他妈一脸想睡觉的样子。哎，我觉得还是你揍我一拳。你有什么毛病啊？你确定哦？会醒来哦。你要不要打骨头？不要一直要说。不要打骨头。好，不打骨头。啊，你除了骨头，你还有什么？好。今天的拍摄到此为止，请收看下一集。好像要醒来。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鹤鹿港鱼市场，因为我们要来吃夏之绝品味觉牡蛎。但是呢，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牡蛎 ，OK？ 在日本呢，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吃牡蛎是要冬天才吃得到，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竟然可以吃得到牡蛎。因为鸟取这边盛产呢是盐牡蛎，那这个盐牡蛎呢，它是非常的挑环境的。鸟取这边的水质很清澈，所以它才能在那边生长。对，那听说这边的牡蛎的味道呢，会比起其他的牡蛎来说比较清爽，没有那么厚重。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在茨城的时候，我吃过那个超级大的牡蛎，虽然很美味，但吃进去的时候真的会被那个海味有点冲击到。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对牡蛎还是有一点点怕怕的。但看了这个介绍之后，想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牡蛎是连有点怕海味的人也可以尝试的呢？我们来试试看。哇，好多的签名版了，所以这边其实是个非常知名的景点。哦，这边是它的牡蛎，这边非常知名，就是它的牡蛎超大颗，你看，咦，超大颗，哇。哇哦，大きいですね。よかった。超级大的，我觉得这比我之前吃过任何一个都还大哎。蛮大的。我觉得有困难。哎，等一下，比例尺。不知道是不是吃过最大，但是我看起来觉得很惊人。我要从何吃起？一口吃不完。我不知道。不是你的菜啊。之前吃的会有一个很重的海味，会这样冲上来，但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因为加酱了还是怎样，然后我觉得吃起来不会，吃起来蛮清爽的。可是要到说香甜，好像又都没有，然后一口实在是吃不完，实在是太大口了。我刚刚吃这颗是1400日币，大概200多块台币而已。我看网络上说，你在东京、大阪那些地方吃都比这个贵超多，所以你在这边可以吃到非常便宜的，然后非常大颗的盐牡蛎。我觉得喜欢吃牡蛎的人会爱，我觉得我可能对于牡蛎这个东西还是说不上是超爱的。反正1400这个大小，还有更大。对，有更大，还有1800。他说，其实他没有开之前，你是不知道它的大小的，他只能跟你说，哦，这边判断应该是比较大，就像开盲盒一样，整个体验是爽的，但心情是复杂的。这边早上10点半，然后直到1点半而已，就是它其实一天开的时间很短，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吃个早餐。嗨，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静港这边呢，其实就是我们搭飞机来的米子机场附近的一个静港站。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水木茂大道。水木茂是谁呢？他就是《鬼太郎》的作者。因为那个作者呢，他的故乡也是在鸟取这边，所以他们就帮他做了一整条街，然后还有包含他的纪念馆。然后这边呢，就有一大堆跟鬼太郎有关的东西，整个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可爱的小妖怪，然后还有很多跟他们有关的周边。哇，这好可爱哟！它这
的其他纪念品真的做的蛮用心的。这个难道是照妖镜？你看它厕所的这个标志。那女生呢？哎，女生是猫女，好可爱哦。哦，它吃起来不太像团子，我觉得它不是团子，哎，就是比较湿一点的绿豆椪，一个500块钱，其实很贵。然后这个呢是水木茂纪念馆，就是它的作者因为是鸟取人，所以有一个纪念馆在这里。哇，一进来就有鬼太郎，好可爱哦。这是不能拍，然后里面其他地方可以拍照。OK， 对，所以我们拍照可以，拍影片不行。对，我们照片呈现给你们看，一个人是1000块。鬼太郎的作者水木茂先生，就是他自己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一些怪物跟看不见的东西。他之前还被派遣到什么巴布亚纽几内亚，哇，他去了很多地方。但是之后战争的关系，失去了一条手臂。战争感觉占他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篇幅。所以他在制作《鬼太郎》这个作品之前，就有很多跟战争有关的作品。他这些画作也是陪他度过了他这段非常艰苦的时期，所以他才就是这么着迷于这些东西。他会去世界各地，然后去收集跟妖怪有关的东西，以此当做他创作的来源。所以他的故事都跟战争有一些关系。所以这故事其实有一点是跟他自己有关的一个故事。其实你小时候看卡通根本就不会想那么多。对。他没有想到原来背后有这个故事。看完了，这个展比我想象中好看很多，好评。喜欢哦，这个非常喜欢。我觉得一开始是抱持着想说只是来看鬼太郎，对，就没想到说他生平这么精彩。然后你看完之后会觉得想要更了解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发生很多事情都是跟战争有关，然后还有把这些过程都记录下来，然后还有做出非常多的作品，然后他画画技术真的是超级强。然后我觉得里面整个展览规划也都蛮好的，值得来。而且因为这个地方就在机场附近，然后反正你们就是来这边逛逛，我觉得都来的话一定要进去看一下。像我们是安排在最后一天，看完就去搭飞机。对，还不错。而且米子机场又叫鬼太郎机场，没错，它里面也有一些小小的展览，待会去看。对，在机场里面有很多有的没的跟鬼太郎有关的一些装置啊，然后还有一些图案啊。邮筒在这里，这是鬼太郎的家，这个好可爱哦。反正如果你们买了那个明信片呢，就可以投到这边，然后就把你送出去。好 ，Thank you so much， 宝贝 ，Thank you so much。刚刚我们打电话，然后就发现有人捡到送到 Visitor Center， 哇，我们谢谢那个人，都喊谁？但我爱他，我谢谢他。你在问他有没有留名字啊？哦 Maybe Japanese choice. 哦 ，OK， OK，it's OK，OK，I just want to thank him，but yeah，thank you， 好吧，我们的无名英雄，那我们感谢他。耶。あ、よかった。どこ？ベンチ。ありがとう。すみません。よかったよかった。你到底要多累？我刚刚打电话是某一间店接的。哦，你是真的很幸运，你都遇到人很好的那种，会接电话，然后会跟你讲说，东西在哪里。真的。可是你帮我平反一下，这一趟之前我很少在弄丢手机。我没有要帮你平反什么，你很常丢东西。我很少弄丢手机啊，真的很少，很认真想。其他东西。我没有，这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很急的要赶飞机的话，好了，不要一直碎念啦。哇！啊，就只有找到嘛，跟阿飞一样。嗨，不好意思，可以问你们说怎么会想要来鸟取吗？像我来之前从来没有听过鸟取。就冈山鸟取吗？对啊。哦，所以你是很那个柯南粉丝？就是有看。你是大虎航吗？对。所以你们最后去哪里玩？柯南的故乡鸟取沙丘魏延武的那个咖啡厅，我们有去竹立美术馆，因为我们人很多。我们没有去，但听说很漂亮，对不对？还有猫头鹰企鹅花园，猫头鹰，好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哦，真的。多云大社，多云大社一定要去，因为就是这边一定，你们没去，这边最厉害。我们好像没去，我们有去大山，然后我们有去那个沙丘那边。可是出云就是这边一定要去的地方。啊，我们好弱，百万
万大神开会的地方哎，全日本的神都会去那里开会。哇，哎不，知道哎。 10月农历10。哦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鸟取？其实鸟取还不错哎，对，哦，就是都没有观光客，然后也没有当地的。真的到哪都没有人哎。可是我觉得走这边这种感觉就是跟日本的都市不一样，是又有风景。我觉得来这里还不错。凭印象排名鸟取哪些适合大家玩？竹立美术馆也都很不错啊。竹立美术馆。去竹立美术馆我们没有去，你不觉得去哪都没什么人吗？就是在车站里面都没有人，那你们来觉得好玩吗？好玩啊！你们还要去哪里？对啊，我们去了那个独立美术日本的第一庭园，漂亮的。那你们常常来日本吗？对，就是我们平时去东京、大阪，啊就是想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偏郊一些的，啊，因为一些不同的。去过热门的，所以想说试试看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这样来放松一下。我们现在来到了米子机场 ，A.K.A 鬼太郎机场，然后这边就有很多跟鬼太郎有关的东西，好可爱哦！这个机场还有窗花，这个作品到底经典到什么程度？它直接机场为它改名哎。好啦，那我们这一趟的鸟取5日之旅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次的旅程，我们的心得。鸟取这边真的就是适合想要享受一个到什么景点都没有人，然后非常的悠闲，然后但是你又可以看一些很漂亮的风景的人，就可以来这里。然后我们心中2个人都觉得鸟取沙丘是真的超级美，然后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景色。如果要排名我们心中这次来鸟取的前3名，我觉得第1名一定是华沙。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玩，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可能就要开启新的版图，去沙漠滑了，哇！然后第2个呢，就是去沙丘走沙丘的那段，我觉得非常漂亮，然后风景真的很美。我觉得沙之美术馆跟那个鬼太郎的纪念馆我都非常的喜欢。但我们在路上其实有遇到跟我们搭同一班台湾虎航，然后来鸟取这边的台湾人，然后他们说其实还有很多的景点我们这次没有去到。我觉得我最想去然后没有去到是竹立的那个美术馆，感觉超级漂亮。反正大家来之前呢，就是可以再多查一下有哪些你想要去的地方。那如果你们要来的话呢，现在周1跟周5台湾虎航都有直达鸟取的航班，2.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这些我没去到的地方呢，大家可以代替我去。如果觉得好玩的话呢，也可以跟我分享。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按赞、留个分享，还有订阅小叮当。我记得等在背后，还喜欢吃完鸡脑。我们下次见了，各位，我要去华沙了。